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告黑粉案新進展，曾被判賠8萬元，如今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。趙麗穎黑粉夏某某因拒賠8萬並逃避法院判決，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。從限制高消費到信用污點，法律重拳警示網絡造謠者，明星維權零容忍，網絡絕非法外之的。老賴這個詞大家都不陌生，但當他和黑粉掛鈎時，還是讓網友忍不住喊了句活久見。就在近日，企查查 APP 彈出的一條更新消息，把趙麗穎黑粉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的話題送上了討論高峰。故事的主角叫夏某某，此前因為在網絡上蹦躂得太歡，被趙麗穎告上法庭索賠名譽權損失。廊坊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一審判下來，夏某某的掏5萬塊精神損害撫慰金，再承擔3萬塊律師費，合計8萬元。另外還的在涉案賬號和人民法院報上公開道歉。本以為判決生效就塵埃落定，沒想到夏某某玩起了躲貓貓。先是拖着賠償款不兌現，被法院列為限制高消費人員，坐飛機高鐵、住星級酒店都成了奢望。更絕的是，面對法院要求的財產報告，他直接選擇無視，這下徹底把自己玩進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，成了實打實的老賴。8萬賠不起，這些細節藏着真相。可能有人會問，是不是真沒錢賠啊？但從法律流程看，能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，可不是沒錢這麼簡單。根據規定，只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，或者像夏某某這樣違反財產報告制度的，才會被貼上這個標籤。要知道，這8萬塊的構成很明確，5萬是精神損害撫慰金，3萬是律師費。熟悉明星維權案的都清楚，這個金額在同類案件裡並不算高。此前趙麗穎起訴另一位黑粉李某某，僅精神損害撫慰金就判了4萬，律師費1萬，合計5萬都順利執行了。更別提還有黑粉秦某某被判2.8萬，陳某某被判3萬，最終都通過強制執行，兌現了賠償。反觀夏某某，不僅錢沒給，連道歉都沒蹤影。要知道，公開道歉可是這類案件的標配。之前 B 站用戶王某某侵權後，不僅的在賬號置頂90天道歉信，還得花錢在人民法院報登報致歉，一套流程走得明明白白。夏某某連最基本的認錯態度都沒有，難怪法院要出重拳。趙麗穎的維權路不是第一次硬剛黑粉。其實夏某某不是第一個栽在趙麗穎手裡的黑粉。翻一翻公開記錄，這位從廊坊走出來的女演員，對付網絡侵權向來是零容忍。2022年，李某在微博發了一堆造謠言論，最後不僅登報道歉，還承諾再也不犯。2023年，秦某某拒不道歉，趙麗穎直接申請強制執行，讓法院出面催更道歉信。到了2024年，工作室更是直接放話，已完成取證公證，正通過法律程序維權，把維權的決心擺得明明白白。有意思的是，趙麗穎的維權案例還成了普法教材。就像這次夏某某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，有律師解讀，這可不是小事，一旦上榜，不僅消費受限，連貸款、找工作都可能受影響。之前迪麗熱巴的黑粉馮某拒賠1萬就被限高，高鐵都坐不了，更別說夏某某這種升級成老賴的。從嘴嗨到失信，這些後果真不是鬧着玩的。可能還有人覺得網絡發言不用負責，但夏某某的經歷狠狠打了這個誤區的臉。現在他身上掛着2個緊箍咒。一是限制高消費，不能坐飛機高鐵一等座，不能住星級酒店，不能買不動產，甚至連子女讀高收費私立學校都受影響。
2是失信被執行人污點，這個記錄會同步到信用系統，以後辦信用卡、貸款基本沒戲。要是做生意，合作夥伴一查記錄就得打退堂鼓。更關鍵的是，別以為能一直躲下去。之前有個70歲的夏某，據不執行判決，偷偷賣房吞了205萬，最後從民事案件變成刑事案件，被判了2年6個月有期徒刑。雖然夏某某的案子目前還是民事糾紛，但如果一直拒不履行，誰也說不準會不會升級。結尾，網絡不是法外之的，這話真不是口號。截至目前，夏某某的涉案信息還掛在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上，狀態是全部未履行。這個刺眼的記錄，給所有喜歡在網絡上嘴嗨的人提了個醒。明星也是普通人，名譽權受法律保護。別以為躲在屏幕後面造謠誹謗沒事，一旦被起訴，道歉、賠錢是小事，真要是成了老賴，那可真是一時嘴快，終身受累。畢竟法律不會慣着任何耍無賴的人，這一點夏某某已經用親身經歷證實了。2. 趙麗穎為何能成為全民偏愛？在流量迭代加速、人設包裝盛行的娛樂圈，趙麗穎始終以一種獨特的姿態站穩腳跟。從廊坊農村的普通女孩到斬獲飛天獎的視後，從跑龍套的小透明到業內認可的實力派，她的逆襲之路不僅是一部勵志爽文，更藏着超越娛樂本身的精神力量。觀眾對她的喜愛，從來不止於屏幕上的角色魅力，更源於她骨子裡的堅韌、通透與溫暖，源於她在浮華圈中堅守本心的難得清醒。這份偏愛是時間沉澱後的必然，也是大眾對真誠與實力的終極認可。1. 草根逆襲的成長史詩，從塵埃裡開出花來。趙麗穎的成長軌跡打破了娛樂圈資源至上的固有認知，書寫了普通人憑努力逆天改命的範本。1987年出生於河北廊坊農村的她，沒有科班出身的光環，沒有豪門背景的加持，畢業於普通職業學校的她，最初的演藝之路布滿荊棘。2006年，憑借雅虎搜星比賽馮小剛組冠軍的身份踏入演藝圈，看似是幸運的起點，實則是漫長龍套生涯的開端。在2007年至2010年間，他先後在《金婚鎖清秋》、新版《紅樓夢》等作品中飾演邊緣角色、丫鬟、小配、背景板，這些不起眼的角色成為他打磨演技的基石。拍攝《新還珠格格》時，作為娛樂圈小透明的他曾遭受不公待遇，劇組年夜飯都無人體面邀約，是張睿的一碗土豆燉牛肉溫暖了他。這份窘迫與善意，他始終銘記於心，也讓他後來更懂體恤後輩。從2011年憑借瓊瑤劇《新還珠格格》輕而易舉出被觀眾熟知，到2013年《陸貞傳奇》爆紅成為收視新星，再到2014年當選第10屆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的金鷹女神，她用7年時間完成了從龍套到頂流的跨越。而這份成長從未止步，產後復出的她果斷突破傻白甜舒適區，憑借《知否知否》《應是綠肥紅瘦》《風吹半夏》等作品實現演技躍遷，最終摘得飛天獎優秀女演員桂冠，用實力證明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不努力一定不會成功的人生信條。2. 實際為王的作品豐碑，用角色站穩腳跟。演員的核心競爭力終究是作品，趙麗穎的成績單足以支撐起實際派的標籤。從古裝劇到現代劇，從偶像劇到正劇，她的作品覆蓋面廣，口碑與熱度雙高，形成了獨特的趙麗穎效應。2015年的《花千骨》成為現象級爆款，創下中國內地週播劇收視紀錄，網絡播放量突破200億，微博閱讀量超80.8億，連續29次拿下單日收視冠軍。她憑借《花千骨》這一角色斬獲澳門國際電視節最佳女主角獎，躋身頂流行列。
2017年的《楚喬傳》更進一步，以超過420億次的播放量，成為內地首部在播期間網播量破400億的電視劇，在海外 YouTube 平台播放量達1.4億，讓中國古裝劇收穫全球關注。而2018年的《知否知否，應是綠肥紅瘦》則展現了他對古裝宅鬥劇的駕馭能力。憑借盛明蘭這一層次豐富的角色，他再次斬獲金鷹獎觀眾喜愛的女演員獎。近年來，他的轉型之作更是亮點紛呈，《幸福到萬家》中敢闖敢拼的和《幸福風吹半夏》中野心勃勃的許半夏，兩個角色橫跨都市與年代，精準詮釋了不同女性的成長力量。其中《風吹半夏》讓她一舉拿下飛天獎優秀女演員獎、金鷹獎最佳女主角獎，實現主流獎項的突破。此外，她在電影領域也穩步前行，憑借第20條中的郝秀萍一角，斬獲百花獎最佳女配角，獲得金雞獎提名，完成了影視雙棲的實際積累。3. 真誠通透的品性底色，直爽與溫柔並存。趙麗穎的為人品性是她圈粉的核心密碼，她不迎合，不偽裝，自帶趙小刀的直爽特質，卻在直率之下藏着通透與溫柔。面對娛樂圈的虛偽套路，她從不刻意包裝人設，獲獎時的發言沒有冗長客套，拿下飛天獎時哽咽坦言，沒想到這麼好的事情落到我頭上。凌晨發文許半夏不許願，但我許願了，願望實現了，直白的表達裡滿是對角色的珍視與對機遇的感恩。面對爭議與標籤，他始終保持清醒與堅定。我沒有靠山，自己就是山。這句擲地有聲的話，既是對草根出身的坦然接納，也是對命運的強勢掌控。面對無根據的緋聞，他以算你妹的直率切割話題，不玩公關套路。面對外界對他戲路的定義，他果斷撕下別人貼在自己身上的標籤，主動突破舒適區，追求有深度的角色。這種不妥協、不迎合的態度，在人設扎堆的娛樂圈尤為難得。而在直率之外，他的溫柔藏在細節裡。拍攝《知否》時，考慮到女演員的脖子健康，給劇組每人定制兔皮圍脖。生活中低調行事，結婚生子不炒作，始終將私人生活與演藝事業分開，用真誠待人、踏實做事的態度贏得業內尊重。4. 向陽而生的溫暖力量，提攜後輩，感恩之遇。自己淋過雨，就想着給別人撐一把傘。趙麗穎的成長經歷讓她更懂底層從業者的不易，也讓她始終保持着提攜後輩、感恩朋友的善意。與她在《知否》中合作過，飾演明蘭貼身丫鬟小桃的王子薇，便曾在《無限超越班2》中動情提及這份溫暖。王子薇透露，自己2022年一整年幾乎無戲可拍，還連續3、4次被其他演員頂替，一度瀕臨喪失做演員的信心。趙麗穎得知她的困境後，主動將她推薦到與鳳航劇組客串，即便這段戲份僅有3分鐘，卻讓低谷中的王子薇銘記至今。她感慨道：“麗穎姐這次叫我去串她的與鳳航，我還蠻感動的。她在戲裡面能記得她的一些晚輩，她都會跟導演推薦。”雙引號。這份溫暖不僅惠及困境中的後輩，對相伴多年的合作夥伴，趙麗穎也始終以真心相待，彼此扶持。與她有着10年情誼的王一瑤，便是這份陪伴的見證者。二人從2015年《加油吧實習生》初次攜手，到2021年《誰是兇手》再續前緣，2024年又在與鳳航中合作。王一瑤飾演的金娘子憑借驚豔造型與演技圈粉無數，而2026年的小城大事已是二人的第4次搭檔，堪稱圈內難得的超長壽後情誼。當王一瑤半開玩笑說姐妹可以蹭你流量嗎？趙麗穎當即應下，並和她拍攝跳舞視頻，毫無頂流架子。與鳳航重逢後，他不僅帶着王一瑤出席泉州文旅局官方邀請的無人機煙花秀，
共享這場備受矚目的文化盛宴，還引薦他出演《造城者》，為其拓寬資源道路。這種毫無保留的扶持並非個例，對孫謙等後輩朋友，趙麗穎也始終秉持着拉一把的善意。她與孫謙合作《風吹半夏》後，又帶着孫謙參演劇集《在人間》，為其提供優質創作平台，還陪同一起上綜藝撐場面，私下相約看電影，用陪伴與資源傾斜，為後輩的成長鋪路。而在片場遇到拘謹的新人時，他會主動分享走位、台詞技巧與鏡頭表情管理；面對態度認真的小配角，也會主動搭戲打磨細節，從不擺明星架子。更難得的是他知恩圖報的本心。當年新《還珠格格》劇組張睿一碗土豆燉牛肉的溫暖，他記了多年。後來拍攝《楚喬傳》時，特意為張睿的女朋友李若嘉爭取角色。從扶持後輩到感恩舊友，這份藏在細節裡的溫柔與擔當，讓他在複雜的娛樂圈收穫了業內人士的真心認可，也讓光環之下的人格魅力愈發動人。5. 不染塵囂的圈內清流，堅守本心，不逐浮華。在流量至上、炒作成風的娛樂圈，趙麗穎始終堅守作品是演員的資本這一底線，成為不染塵囂的清流。她拒絕沉溺於流量紅利，不刻意參加綜藝刷存在感，而是將更多時間投入到劇本打磨與角色塑造中。從早期的古裝偶像劇到後來的現實題材正劇，她的每一次轉型都圍繞作品展開，不跟風，不盲從，始終以演技為核心競爭力。她不依賴資本包裝，成立工作室後，始終堅持自主選擇劇本，拒絕無意義的商業捆綁與緋聞炒作。面對行業亂象，她從不隨波逐流，而是以努力活出我想要的樣子的態度，專注於自身成長。這種對表演的敬畏之心，對本心的堅守，讓她在娛樂圈的浪潮中始終保持清醒。相較於其他頂流明星的高頻曝光與話題營銷，趙麗穎的低調顯得尤為珍貴。她用作品說話，用實力立足，打破了頂流必靠炒作的行業偏見，為娛樂圈樹立了良性標杆。從農村女孩到國民女演員，趙麗穎的故事之所以能打動無數人，不僅在於她的逆襲傳奇，更在於她在功成名就後依然保持的純粹與堅韌。她的成長裡藏着普通人的奮鬥力量，她的作品裡藏着對表演的敬畏之心，她的品性裡藏着真誠與溫暖，她的堅守裡藏着對初心的執着。在這個追求速成與浮華的時代，趙麗穎用20年的深耕告訴我們，真正的成功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幸運，而是腳踏實地的積累與永不言棄的堅守。這樣的趙麗穎值得觀眾跨越時光的偏愛，也值得成為娛樂圈最動人的風景。